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的人生故事，你可以介绍一下你是谁？哦，啊，我是谁？我是沈培，是在美国教中国舞蹈的，也是一个舞蹈的编导这是我的学生安娜很喜欢她，有这个想法啊，她找我需要讲我的 life 和我的，这是算是找对了。因为呢，我们这一代人，我已经现在马上要90了，89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其实是跟整个中国的历史是完全是在一起的。讲我们本人的经历，等于也是因为我们出生就打仗后来一直过来到今天从这个里面可以反映出一个大的历史环境人在这个当中怎么生存啊，我希望在这方面有所帮助，好吗？好吧，OK，那我要先问你第一个问题，我会。关于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全民抗战长大，当时的生活环境里几乎没有舞蹈和享受。在开始学习中国舞之前，你小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很好的问题我是1936年出生在南京的。如果有一点知道中国历史的人，就听到这个两个，我的时间和我的地点的话，这两点就会想象的出来，我的 life 是怎么样的我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工程师，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庭的环境是非常好的。我们在南京，我父亲盖了3幢大的楼房，啊，哎呀，呃，这个全家人非常开心的生活在那里。但是我36年出生，37年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就打进来了啊，哦，而且很快就打到南京，把南京围起来，我们还在里面。嗯嗯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西南去了，在昆明那边。那么最后我是在我1岁半的时候，是因为还好，因为我父亲是在这个交通部门工作，交通懂吗？traffic 就是交通部门工作，所以他能够把我的母亲跟我坐了离开南京的最后一班飞机，哇最后一班，还不是说坐客人的飞机啊。哇虽然我很小，但是我还有这个印象，我们根本没有座位，是在那个一个就是不是带客人的，我们是在那个飞机驾驶员的那个房间里面哇这样出来的。如果没有乘上那架飞机的话，你后来在南京的人，你哪怕是有100万，有多少钱，你都出不来了，因为所有的飞机、什么火车都没有了，断掉了。哇而且我出来以后2个月，要是你知道，你要去查一查，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嗯嗯杀了多少万人，很多人逃到江边，他们追到江边，通通那个河里面全是红的啊，非常非常的可怕。要去查查，你要去查查那个历史。所以我应该说是一个 survivor，我就是因为爸爸的想办法把我们逃出来，然后我就到昆明，就是
大西南，那个时候我们叫大后方，因为日本人是从海上，这个是北方北京这么打过来的。那么我们到昆明呢，是在西南，是离得最远的地方。而且我父亲呢是有任务，要到那边去造一条新的铁路，啊，他是铁路工程师嘛。到了昆明以后呢，因为日本人对这个虽然很远的在西南，但是日本人对昆明那边的轰炸对吧，也是非常厉害。这个那个时候中国很穷啊，所以被日本人打进来欺负啊。我们中国那个时候连飞机都没有的，没有的，所以就日本人可以随便过来轰炸我们。那么因为这样的原因呢，这个昆明城里也很不安全。先我们是住在城里的，后来呢，我父亲就现在还有到一个昆明的郊区叫小石坝的地方，把所有的他们铁路的这个员工啊办公的地方都搬到那儿去，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到乡下去比较安全一点。哎，所以我呢，其实小时候呢，就是在小石坝长大的，就是昆明的乡下长大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当然，日本人打过来，我们远离家乡逃到那边去，是可以说是一个很苦难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没有只有一面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所以从小妈妈带我逃出去的时候，我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是把我头发剪得短短的，打扮成男孩子。为什么呢？男孩子比较安全，女孩子很危险，你知道吗？所以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就是本来按照我在想的话，我在南京，我在上海什么，我一定是在大城市里长大的。但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等于逃难呢，到了西南，而且到了小石坝，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风景非常非常好。反而我就变成了不是这个，只是在大城市里面可以在那个美丽的田野里面长大，你知道吗？再加上呢，因为我父亲这一个小石坝这个地方的铁路基地是我父亲造起来，所以周围的大部分都是铁路的员工，而且很多老百姓，所以他们都知道我父亲，当然也就知道这是这个谁，他叫沈昌的女儿。所以呢，我随便跑到什么地方去，老百姓看到了，说晚上了还没回家，哎，我们把你送回家，就反正有了一个很自由自在的开放的生活，是吧？所以呢，我说事情有两面，所以就造成我一直是男孩子打扮嘛，然后我又喜欢就是喜欢到处出去游荡，然后有的时候就回来，我就会躺在他们那个农民那个牛车上，知道吗？牛拉的车，他们回家了，我就躺在那，他们就把我送回家，然后我就噔噔噔噔噔噔，然后看着天上，这个云啊，这个云是白马呀，哎呀，这个云是什么呀？我就可以很生气。哎，对呀，就是我的思想可以完全是没有框框，所以我的思想就是比较开放造成我的个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没有框框，没有任何的模式，非常自由，非常自由。所以呢，这也是我幸福的地方，而且因为风景非常优美那边还有一条小河，我也常常到小河里去抓鱼。跟大公鸡咬了一口，跟大公鸡玩，就是很自由自在。
这个呢造成我的个性上面呢就是很比较到现在，我觉得我都是2个让我到现在都是非常得到好处的。第一个，我的身体就非常好。对我到现在很健康，很健康，就是这样。第二呢，我的思想也很健康，就是没有，对不对？也没有说是要做个小姐啊，哎呀，什么话不能讲啊，哎呀，怎么样的？你很强大。对，这个应该是从小父母这样的环境给我这么一个很多到那个时候，中国人对女孩还有很多的这样那的，就是他刚才讲的框框我就比较没有，这个可能都有我最后会变成搞创作、做编导，都是有关系的，就是想象很丰富看了天上的云，听了那个牛叮铃当叮铃当是吧？就乱想可以我们叫做白日梦，什么呢？就是没有睡觉的梦。OK，就是自己在那里 imagine 嘛，想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所以有苦的一面，逃难，但是对我一生都很有帮助的一面。然后刚才联系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呢，就是说，你想想看，在那种情况下面，人保住自己活命都，哪里还会，根本就不会知道还有什么舞蹈，还有什么什么的，是吧？可以说生活里面根本就没有舞蹈这回事。你如果说我还有什么 art 的种子的话呢，是这个对我现在我喜欢画画，是有关系的。其实我从小，因为不知道舞蹈，我也没有什么。人家说你说你90岁了还来搞舞蹈，你一定是从小多么喜欢舞蹈什么什么的。是有很多人是这样，哎呀，从小就是我将来要成科学家，我将来要成艺术家，怎么着？我没有的，我这是无心无事的都玩。但是呢，因为我生活在那么优美的环境里面，所以我自然而然呢就很喜欢自己回来就乱涂一气，对吧？这个你到现在看到我喜欢画画，其实那个时候有的，但是而且呢，说老实话，那个时候中国呢那么穷，被日本人打进来，根本国家也没有这个能力和去提倡什么艺术比方说像现在有什么基金会给钱搞艺术什么东西，没有的嘛，大家都逃难。我们知道的艺术舞蹈，我第一次最早知道舞蹈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那个叫舞蹈，就是那些逃荒出来很苦要饭的人，很苦，他们常常一个瞎眼的老头牵了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就叮铃咚叮铃咚唱一个歌，稍微这么跳一跳，那个就是所谓舞蹈了，对吧？没有，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舞蹈艺术的，什么专业的什么演出什么谁来看呢？谁有的钱来看？谁有心思看？逃难都来不及所以这个舞蹈这件事情呢，是可以说是在我小的时候那种生存环境当中，这一门艺术是几乎在我生活当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它这个跟这个历史的大的环境有关系很复杂可是你的在这一段时间，你的人生有很多快乐，也有很多难过。对呀，所以有很多难过，但是也变成有了一个很快乐的童年，非常快乐的童年，很完全自由自在的一个童年。对，听说你的童年真的影响你做舞蹈
这件事。对，实际上你现在看起来是有影响的，对我的个性啊，对我的思想的方法都是有影响的，但是没有直接就是我去，其实很多人现在是有啊，幼儿园里啊，什么小猫啊、小狗啊、小白兔啊什么，在我生活中是没有的。哎呀，哇，很棒。那我们下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曾经提到从小你并不太喜欢舞蹈。第二战全民抗战后，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你开始参与这种民间舞蹈，叫做秧歌摇鼓舞。对，你是第一次触及到舞蹈是什么？秧歌为什么吸引你的兴趣？好。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还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不是说从小在西南是没有舞蹈的嘛，那后来呢，抗战胜利了，4、5年就是二战结束嘛，现在对吧？现在80周年，我们呢当然就回上海了，回上海以后呢，我就进了一个。这个讲起来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家里给我进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好的学校，这个好的学校呢是美国人办的，哇，是一个教会学校，是这个基督教办的学校，那个学校呢是非常好的学校啊，这里你也可以看到照片，你看那个哇，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是我们学校125周年，我回去。回学校去125周年。那么这个学校呢是美国人办的，他就特别的讲究，除了读书以外，还讲究我们叫美育，就是其他有体育，有什么跳舞、唱歌等等，就开始有了。但是跳的当然就不是中国民族舞，那还是没有中国民族舞的。那么跳的什么呢？跳的就是世界的，就是美国啊什么也有民间舞的。No ballet，不是是 folk dance。你可能不知道，美国有一种 folk dance 叫四方舞，就是互相站着。square dancing。说的对，你可以这样，你跟他交换，你可以这样交换，说的行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like 英国啊、法国啊上的大家这种我知道，你也知道这种非常好玩，非常好玩，对，非常好玩，就叫 folk dance， 这不是芭蕾。那么就开始有舞蹈了，但是还是不知道中国舞蹈是什么样，对不对？开始有些舞蹈了，然后呢，我是好玩去的，我还是不是喜欢舞蹈，但是去参加的人里面有非常非常喜欢舞蹈的，喜欢舞蹈的里面有一个朋友跟我很要好的朋友，那个有一年暑假呢就跟我讲有一个 workshop，summer camp，是一个很有名的。然后他就说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 modern dance 的，也不是中国舞啊，modern dance 的人，中国还没有过的。他说我已经报名了，我跟你也报名，我们一道去。我说他给我报名，我们就去玩嘛，说好。然后我就去了这个 summer camp， 去了就是1个月，1个月里面呢，我第一次学了。就是你们有的时候跟兰他们 Michael 有的时候不是也去一个什么地方，这种方法，这个学的全部就是 modern dance 的方法，怎么就是我这么推过来，你顺便就这么倒下去，你过来又在英语里就是 contact improv 呀，这种方法我老早学了，我那个时候，而且是最早学的。这个人名字叫吴晓邦，这个人是中国的最早把舞蹈带到中国的。
因为还没有中国民族舞嘛，但是他就是把这个 modern dance， 他是从日本回来，从日本学的这个 modern dance 带回来。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这也是 history 啊，跟就是中国的舞蹈的 history， 你也可以从我这个地方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后来很多人都说，哦，你是吴晓邦最早的学生啊。我说，是，就是你这么有名的中国的舞蹈大师我想想，对呀，他回中国来的第一个舞蹈班我就去参加了，但是我是完全糊里糊涂就跟着去的，就好玩，就是这么叫是就是英文叫什么？contact，你碰到我就自然会发生一种什么反应以后我又反过来，你又会一个反应，就这种方法，学了1个月。好，回来也没事，我也没事。但是这样的，我对舞蹈就越来越有点那个什么了。因为中戏这个学校非常，中戏的唱歌、跳舞弹琴，哇，我学钢琴啊，我的钢琴我学8年钢琴呢。哇，很可惜啊，我现在都不弹了。弹得很好，我可以弹肖邦，可以弹什么的，这个对我舞蹈也有帮助，因为这个音乐嘛，对吧？他们教你很多技巧。对，就是这些都是给你打了基础你没有想到你最后这些东西，虽然你没有成为钢琴家，但你做舞蹈的时候，这些东西对 art， 对画画对颜色，对舞台上怎么样，对音乐，对你今后的这个都是其实是有帮助的哇，是不是art， 你从小的时候你学得多的话，对你今后你就可以长得高嘛，对吧？这个就是那1个月完了以后，我们排的节目，这旁边有一个还是我，旁边这个就是我，这个是我，所以我接触是从西方的 folk dance 和 modern dance 就开始接触舞蹈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也反过来说明那个时候还是没有中国舞这一说。那么这个中国舞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新中国，新中国那个时候解放了，真的是大家是开心的不得了以前中国被人家欺负这么苦，怎么，就开心的不得了。人就是为什么说前面为什么没有舞蹈？因为逃难生活很苦开心不起来嘛，出来的是人本身要表达你的开心，它自然会而产生的。我要跟你，如果你要另外谈关于舞蹈的话，我就要跟你谈舞蹈是怎么回事真正舞蹈是怎么回事？舞蹈就是要表达你人很自然的要表达你的感情，所以都那个时候大家就很强烈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字呢，就是从共产党来的地方叫延安，那个地方延安开始的，就是一种叫秧歌运动。什么叫秧歌运动呢？我想，那这就是秧歌运动，看到吧？那甩一个大头头，我不晓得你在 Cam 有没有学过秧歌？学过应该是我知道，应该是学过。什么叫秧歌呢？我就要讲一下，这个是跟舞蹈有关系的。就是中国因为是一个农业社会，是吧？主要是农民农耕文化，是吧？所以呢，它的所有的活动都是跟农民有关系的。就是 folk dance 的话 ，folk dance 从老百姓里来的，老百姓开始了。那么他什么呢？他就是，比方说他高兴起来了，那么他在那个种田的田埂上很长，很窄，很滑，他高兴了，他就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叫秧歌，就插秧的秧，就是这个就是个秧，就是你种地嘛，水里面嘛，那你上来以后，哎呀，今年收成很好，
开心了，这就叫秧歌。然后秧歌呢，大家开心以后呢，把原来的秧歌，把它在地里这样子高兴的扭扭，再把它放大，变成好看一点的舞蹈，还可以跳起来，对不对？是吧？对，就是把它美化，就把它动作放大，身体晃起来，这就叫秧歌。哇，哎，我很喜欢，很快乐的这种感觉。哎，很快乐，就是可以把心里的这种，就跳的时候很放松的啊，就是这样。呢，我们也不是跳秧歌，也不是出去表演。那个时候开心了，我记得第1年的国庆，就10月1号，现在开心了，那么大家就去，到路上去庆祝。那庆祝的时候呢，那我们学校里面就组织了秧歌队，就是大家都参加，然后到街上去跳一段舞，停下来玩一玩，然后再跳一段舞，就这样。我记得那天晚上，差不多是1个通宵都没睡觉，因为开心嘛，国庆嘛，从我们学校跳到一个广场，人民广场，从广场跳回来，开心的就这样。年轻嘛，而且在中学嘛，是吧？中学生，那么多力气。对呀，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累的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我真正的第一次接触中国的民间舞啊，这就是秧歌。你刚才说的这个秧歌的这个，你看，然后还要打鼓，这是我看到吗？这个是我。我看得到啊。14岁。哇哦，哇，很年轻吧？那当然喽，14岁还小了。然后呢，我要讲下去有趣的事情呢，然后大家又开心了，然后回来呢，就这个是不是表演了，就是开心了，到街上去是吧？然后回来呢，要组织表演了，要排节目了。那排节目呢？那拍什么节目呢？我这个人就是这个又回过来，就是我很活泼嘛，而且我的思想也很开放嘛。说，嗨，我们来编一个舞，就是这是要是说编导创作的话，这可以说是我第一个舞。这个朋友到现在还在加州，还不在加州，在凤凰城。到现在还是我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跳一个什么舞呢？这个舞叫不晓得你叫青春舞曲。青春舞曲。那么这个青春舞曲怎么会又想出来编这个呢？这个是我自己用一个床单做的一个裙子啊，自己做的一个裙子。OK， 那我们到这里吧，我们有很多问题，所以下个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如果你可以再听听，如果这个前面这些问题里面，如果还有什么想补充啊什么也可以，对不对？对，一点的。好，休息一下，拜拜。